有一种关系成对出现，它们交替循环，彼于此，互为互替，相互较量，又相互交融。粉丝与偶像，大概就是这种交替关系中最立体的一个存在。我唱过，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，因为人生就是无数选择题的堆砌，不存在捷径，也未必能如愿耕耘收获。我是平行于流量，决意埋头自娱于人的郭采洁。舍与得之间，成就了现在的我们。人生之河深与浅，顺与折交错，无常恒定。没有黑暗，光不能生；没有喜舍，哪来收获？想要成就更好的自己，唯有勇敢，可破一切阻碍。采洁，你是拍完《小时代》，突然之间变了一个流量非常大的女演员。你现在粉丝有多少？现在微博的话3000多。哇，那很多哎！我有多少啊？2000了，2000我已经觉得很多了。那你适应吗？因为现在所有全部都是数据化嘛，然后去界定你的一个价值。有的时候会真的很渴望回到，比如说90年代，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就是全面覆盖的状态下，那种人感受一件事情、欣赏的那些，都跟现在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你也想得太多了。可能我生存在80、90年代，还要我觉得民国的时候很浪漫啊，要写信啊，这个坐船去什么考状元啊，永远觉得上一年代最浪漫的，就是对，当然也浪漫，但是可能再过30年，他们会觉得你那个年代也是很浪漫的，还是要在当下活好我们自己的人生了。那些流量的数字会给你带来压力或者是困惑吗？就其实我在演《小时代》之前，我那个微博的粉丝大概只有90多万，算是一夕之间，很像那种一路涨停板那种上去。确实还是会很被这种实质的这种你会不会觉得去飘在云里面一样？那倒没有，因为可能性格的关系，就还是自我否定的部分比较多。我觉得你好像经常在否定你自己，你对自己要求很高啊。但是嘉玲姐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对自己要求也很高的，但是我还是要肯定我自己的一些努力，要不然你老是否定的话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会一直累积出来。对。然后就我是单亲家庭，我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些事情，基本上这些事情是已经过了我才会说出来，就是那个当下我还是比较习惯自己去解决。可能你是单亲家庭长大，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我身边那个梁先生，他也是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，所以他从小可能到现在对他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，因为他永远都觉得世界可能并不那么完美啊，有很多question mark， 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那样？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？我觉得是。你是跟着爸爸长大的？对，因为妈妈是过世了。那时候我大概12岁嘛，我爸爸真是一夜白发，就是那样子的家里的一个巨变。然后我有一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家里有3个孩子。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我是很明确，就是说我要帮着爸爸来做爸爸，有一个责任心。对，就我要做他背后的那个力量。哇，很感动的。就是小时候的一个自己内心给到的责任，就是说家里也不是说有多困难，其实
爸爸也工作，但是一个父亲要去照顾3个孩子，有他很辛苦的地方。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什么样，自己的感受或自己的喜好，我都可以放一边，因为目标非常的明确。然后经过这些时间，当然也有一些很实质的肯定。然后到现在，好像终于可以回过头来顾一下自己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相信您应该也经历过，就比如说那时候戏特别多尬戏啊，或者是也是在一直奋斗的阶段，我就觉得整个五官都坏掉了。但是您可能没有那么严重。有，我觉得一定有过之而不及。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尬很多戏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就是吃你也不会为这个味觉感到喜悦，对，然后感受不到四周。对的。就其实从小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是有一个呐喊，就是我不知道我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女人，但是我今天真的就是要来和嘉玲姐见面。然后我想到说，我小时候我就是。我想活成你这样的女人，就是在你的世界里面有你事业带给你的成就感，然后有你自己打造的家庭，有爱情，就在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就已经非常的满足。其实我也是从你这个阶段一步一个脚印。受到打击、挫败，然后勇敢地站出来。其实这个过程还是要自己去走出来的。对，要自己。而且我也不是那么完美啊，我现在还在路途上。你跟粉丝之间的交流是什么样子的？有时候觉得这个关系就是特别奇妙，我觉得有点像恋爱的关系，就是双方都在去找一种舒适的状态。偶像其实带给的是一种，有的时候可能是慰藉，但是很多时候是启发。是的，是的。就比如说像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，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吸收能量那种，那种。给你多一点，给你多一点。我真的，昨天晚上我是失眠的状态，就是。很兴奋，因为有这样的机会，就是可以这样一直，那么理所当然的看着你这样的，所以很兴奋。那你之前是拍电影、电视的，现在开始回去创作音乐，为什么呢？我自己觉得歌手的身份其实框久了以后会失功能。哦，是吗？我就有一次就是生病了，然后我发现我自己。不知道怎么去挂号，然后我就觉得太扯了，这个事情不能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对，生活不能自理。然后所以后来我其实很享受就是在剧组的生活，大家可以一起去创作一个作品。对。但是后来可能我就不太会选剧本，我每一次就是非常投入专注的去准备一个作品，但是。反正最后出来都挺失望的。哎，你跟我有类似的地方哦。你拍了亦舒的《喜宝》，我也拍了张爱玲的《半生缘》，我们的成绩都不太好。我是200%的付出了，那出来的结果不是我能够把控的，反而做歌星在台上就看你一个人了。但是曾经也不是，就是因为曾经我没有办法全部的去参与这个创作，以前就是用名字然后就去收歌，好像去扮演一个这个歌手的那种感觉，就一直到后来，我大概是前2年的时候，我去参加一个乐队的节目，然后过程当中，我和所有的乐手的那种交流，包括我对于歌的一些想法改编，然后视觉怎么的，我突然把自己抓回到那个大学的时候，就是在入行前给自己定了这条路以前的自己，我就很激动，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慢慢的就好像埋下了那个要再回来做音乐的那个种子。哦，你现在那些歌词都你自己填写吗？对。你那个哪哭哪是不要哭，对，不要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歌呢？其实2020年就反正整个世界都在重组嘛，大概春天那会儿，我经历了一个很黑洞的事件。哦，是吗？什么事件？对，其实这个事情呢，
大概发生在10年前，那时候我刚出道，网络上面就突然有一些谣传我生病，然后就跟我根本不熟的男前辈，根本就是一些很荒谬的事情。当下也没有采取什么法律行动啊，甚至是出来为自己去澄清什么。结果后来因为一个缘故，把这个整个事件又引出来，在10年后，那种很负面的情绪全部都引出来了。然后我其实最觉得感到抱歉的其实是自己，就觉得在10年前的那个时间点上面，我没有站出来保护自己，因为可能唯一能够为自己做点什么的，只有自己这个人。我也发生过很多很惊天动地的打击的，而且我也跟你一样，10年后重新再拿出来被人家讲一次的，你会觉得为什么命运对我有一些不公平啊？但是我又觉得也很公平啊。他给了你一个功课，你考试合格 ，OK， 你 pass， 我给你在阳光的未来嘛。我们每天都得有心理准备去接受一些挑战或者是挫败。而当这种挫败来的时候，以我的经验，你要感恩了。老天爷给你做功课，你有很好的下一步等着你去走啊。我也想问嘉玲姐一个问题，我一开始知道说有一个这样子的对话呀，然后我就想啊，嘉玲姐应该一辈子都是被访问的那个人，对，因为你性格很喜欢新鲜的事物，对的，是不是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会很好玩？是一个突破啦，我还是希望去尝试一下新的东西，因为你不做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你能不能，所以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。我今天特别开心，因为我访问的对象跟我很有缘。我第一部电影就是跟你合作的。对对对。然后我拿的第一个金像奖也是你颁奖给我的。我觉得小红是我非常尊重的，你特别的有抗压能力。而且你很清楚自己在干嘛，非常感谢，也非常开心。其实我都很高兴，真的很高兴。我有一个小秘密，就是我真的特别佩服你。在香港电影圈，说实在的，女的啊，我没有佩服其他人，真的，就是你，还有我自己。哇，这个好。对，我的路走得很坎坷，然后也很苦，很多冷言冷语吧。有时候是你心里面真的很难受，可是我还是可以顶过来。我知道你的路也走得很辛苦，对的。一个女人能够像我一样抗压那么大，对的，其实真的不容易。好像每个人看到我们就云淡风轻这样走过来，飘飘的。其实每一个过程都是非常难，对，每个人其实都一样的。对，而且你中间有一段时间是生了病的。对。那时候可能电影圈有题材的话题啊、电影啊，轮不到我。突然之间，从很多戏拍的主角，突然连尾一个电影都没有。然后呢，开始有人找第3女主角，或者是一些阿姨啊，请你客串啊，这种心里面很不平衡。因为在我从第一天拍戏到我不太好的时候，时间其实10几年，这10几年真的我拼搏了很厉害，身上所有的伤啊，对，永远都会看到你们美美的，可是他们永远都会觉得我很丑，然后我不懂得演戏啊，心里面很不平衡，然后就开始有愤怒，那时候很愤怒，然后所有人我都讨厌。其实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抑郁症，头几年不知道。头几年，就觉得人家没有眼光，不懂才，永远都是想到自己最好。然后到了第3年比较严重，就是家里面所有的镜子，我都用毛巾盖起来。我家是3层楼，我住最顶，然后我妈妈、我妹妹都在跟我一起住，可是他们1个多月没知道我在哪里，因为我锁起来。然后听到他们在的时候，我不出去，然后声音也不会吭一声，希望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。
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到他们睡觉了，我才偷偷的下去找吃的，然后上去。那时候每天都哭，嫌自己垃圾没用，然后很多声音，什么声音呢？就告诉自己你留在这里干嘛，然后还会跟他对话。最后面真的我做了傻事，我吃了100多颗，100多颗什么安眠药啊？那吃完是一个什么？吃完之后呢，我就跟我朋友打了1通电话，然后呢，可能他听到那个感觉，就打到我妹妹手机，然后我锁了门，我妹妹就上来就踢门啦。然后那个过程我已经不知道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只看到我妈脸都肿了，我妹妹脸都肿了，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生病。回头一看，我觉得让我自己很丢脸，所以我很面对那个，我怕再回到那时候。所以我绝对要把自己弄得很好，要control我自己，才不会回去。那你走出阴影，现在很阳光，很健康啊。现在其实都会有，还会有，只不过我知道心理上的反应，我要怎么样去处理了。譬如说我突然之间我觉得心脏病要发，这里疼啊，呼吸不好啊，情绪有一点低落啊，那我就知道有问题了，我就赶紧去找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在家里面逗逗狗啊，画画啊，对啊，跟朋友打打麻将啊。这个10年啊，我看你拍很多的电影，而且你把每一个角色都拿捏得非常的准确跟到位。这是因为你经历过一段非常时期，因为家人的离开，然后你自己生病，事业爱情的一个低谷，所有的经历，所有的情绪，好像在你最近这10年的角色里面完全爆发出来。就每一个角色，你都赋予它很大的一个生命力了。我自己觉得是人生经历吧。从小在街头，3岁到13岁，每天要饭，每天要饭。对，我是要饭的，要了10年。我在湾仔要饭，不太可能嘛？是真的，对，是真的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的性格那么强，那么往前冲，是因为我怕。我怕。你怕回到那个时候？对，我怕贫穷。我怕没有位置。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当什么大姐，可是我怕没有位置。因为位置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？对，我怕，所以我一定要往前冲。可是后来再出来的时候，完全世界变了另外一个，我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，都可能会踩你一脚，或是一些话说的挺打击的没钱啊，现在又出来了，很多这种。所以你是会介意别人怎么样来说你的？我介意，所以我要摆脱他，所以我必须要成功。你那个时候真的很拼啊！其实你是不是一个武行出身的？我不是，我完全不懂啊！你跳舞的你是跳舞的，我是跳中国舞蹈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家从小我是贫穷出来，一个千金小姐抓一个机会，跟我们这个要饭的抓一个机会，那个看法是不一样。这就是我要好好的把这个机会要弄得最好，而他们可以随便去。那个时候有人问我最辛苦的时候，就是跟你拍那个电影《纽记杂牌军》，我还断了腿。对，我断了腿，腿是这样，我还抱回去继续打，腿是这样。只要说我不行了，马上后面就有人拥上来嘛。是的。所以到现在，其实我常常提我自己，不要抓得这么紧，因为从小就是苦上来，每个东西在我手上的我都很紧张。我觉得你已经成为一个生活模式了，你经常在 get ready 等机会来，不能等，不能等，你要自己去找吗？譬如说雪观音，本来基本上就不是我，那你去找导演不要见，他觉得我不是，然后呢，
那个即便就是说，反正来到香港就剩2个小时，好吧，我就约了他，你去看看吧。当天他来的时候，我看了他给我的一个稿子，我造型完全弄好了，我去见导演，还要让导演等我，等了我半个小时我才进去。演了10几20分钟之后，导演才知道原来我刚才在演。哦，本来不是我的，我就把他抓回来。有时候机会要自己去创作的，真的。但当你抓到那个机会的时候，你要很认真的对待。是的。现在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大，很多新人，他们有很多机会，又好像没有什么机会。一些很年轻的演员一出来拍1、2部电视剧，变成网红流量，然后突然之间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因为竞争太大了。有窍门的，我很喜欢看新闻，我很喜欢问为什么。我看东西可能角度跟你们看的不一样，所以每次我拿一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会很快就有一个原谱在这里搬进去，有个画面。然后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心理科。对，这样对每一个角色本身他的性格，你就已经知道很清楚。假如我说这个人是很自闭的，然后他也是蛮强的，那只要我把这个放进去，我其他我都不用管，我会催眠我自己。我在开工前1个礼拜，我会用我整理好的性格去生活。那基本上剧本什么我都不需要管，因为所有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动作，基本上就是跟这个性格而衍生出来的。如果你再去管，你就会框住自己。因为最小的时候，我在湾仔长大，我是要饭的嘛，10个水兵在，你都要观察哪一个是好的，哪一个你能走过去，哪一个他不会打你，哪一个他会给钱你。你跑错去，你很 peace 一把，不要。好像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你在2人故里面长大的，整整就是有很多吸毒的，有很多八女，有很多劳保，有很多水兵，有很多扒手，鱼龙混杂。对，在这里会培养到你的性格是蛮坚强的。我看到一个新闻啊，就你有一段很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就你有一个外国籍的男朋友是吧？没有，不是。那时候我要饭在湾仔，他应该是18岁的一个，不是全黑人，就是黑白混血的，刚当兵，所以他第一次还没有去到越南前，他们先到香港，再送到建厂去。所以他很害怕，因为他觉得他会死。他只想找一个好像家人一样，只是一看到我就每天7天都在坐在那边就看着我。你们有交流吗？有，因为我要忙着去卖口香糖啊，他有去酒吧去买那个薯条叫 fish and chip， 给我吃啊，这种有。只是他没耽误我，我就一直卖，没事我就靠在马路旁边那个栏杆就跟他聊天，然后有了又去这样子。他就坐在那边就等，每天就是算上了岸，就等到时间他就离开。7天之后他就说他要走了，去越南了，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死，就把所有的钱给我，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，他说 I love you how to speak Cantonese， 我就告诉他我爱你。那现在有他的消息吗？没了。我上去纽约的时候，因为我去领奖嘛，有很多媒体嘛，我公开问有没有一个知道有这个人，找不到了。我想应该可能性不大了。他们都说我们这个年龄有女性中年危机啊，在这一行，你有没有这个？过去了，可能是比较幸运，在我最不好的时间里面，就是那个危机。对，当我在面对重新出来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路不好走。对，因为我曾经也是最红，在出来的时候掉得很低，是一个7线到8线。那时候我已经有心理准备，只要给我一次机会抓到一个我的角色，无论他是第5线，只要给我抓到，
你会看到我。你比我好很多，你第一部电影就拿最佳女主角，我提名了6次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要知道吗？很快上去，很快掉下来，那个疼更疼。不一样的经历咯，但是还是给了我们很丰富的人生的一个经历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还蛮感谢那5次的失败的。反正我还有很多机会嘛，我准备演到80岁了。你准备演到几岁？说实在，我不会演到那么久。我觉得我要留一些时间给我自己人生。我到现在我没有真正去旅行，因为我的心都在工作。最近因为疫情的问题，我反省了，我就觉得我应该跟我家里面，跟小狗啊、我妹妹啊、姐姐啊，真的整个中国跑一转，去旅行。我从11年前我在福苏拿第2次奖到现在，我没有试过有真正停下来，大概2个月吧，因为我害怕。差不多2个礼拜，我就问公司，我怕停下来给遗忘，因为我曾经给遗忘了。你现在可以绝对放松了，因为全华人世界里面都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会演戏，而且你是一个工作态度非常认真的演员。谢谢。可是曾经掉下来是很害怕的事。就对你来说会有一个很大的阴影。阴影。对，因为我很重视你生存的价值。我生存的价值就是我家里面我很重要，我朋友很爱我工作我很重要。你在不在意自己老去呢？我现在还不老啊，但是你在不在意你突然多了一根白头发啊，或者是多了几条皱纹啊？我还不够多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无所谓的，因为要保养真的很累了。是，对，太累了，就自然的老去，终身自然美。老就老吧，不要有病痛的好。好，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聊天。真的，在你身上学到很多。没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